嗨，大家好，这一次来开箱一个已经停产的经典机壳 NCASE N1，那发表于2014年，一路从1版到最后6.1版本。那我这一次会带来空能与水冷的配置给大家看一下。那 N1 的前期版本在于它的侧面空能打的比较少，今天开箱的是最后的6.1版本，那其余的外观没有明显的差别。组装开始前来敲一敲，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。那前方有2个 USB-A 跟1个 C， 后面有分体水的外接口跟明板，整个机壳非常的轻，那它只有侧板跟底板是用铁做的，目的大概只是为了磁吸滤网，算是相当奢侈的理由。主机板背面的开口面积也很大，就算你后面有装 M.2 的散热片，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的。显卡另外一侧也有做出风口，那烧机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2个侧板都有热风排出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安装气能散热，这一次是 D9L 的小双塔。那经过基本的点亮测试，那我们马上来开始。还是跟不熟悉 N1 的人说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没有延长线 13.5 升的壳，它算是早期少数非 A4 架构的 ITX 机壳。那侧面安装水冷的方式到现在还是很普遍。装完主板后，显卡电源依序装上，那你不用担心电源会吸到热空气。接着就是烧机测试，老样子 10700K 跟6800双烤半小时。那室温25度 ，CPU 顶100度的温度强，从 4.7G 降到了 4.3， 那功耗只剩下140瓦。那显卡一样是在255瓦，显卡温度大概是76度，热点是93度。那在这个温度下，它的风扇转速显卡定在1800 ，CPU 则是2000转，在距离45公分的时候，大概是在40分贝左右。那无论是在桌上量，还是换一个角度，一样的距离其实都差不多。那如果只有单烤 CPU 的话，就从 4.3G 提升到 4.6， 那一样顶在100度155瓦。对于 10700K 的配置，那可能就是要找135 mini 这样更高的气能。毕竟我都上2颗风扇了，那 D9L 差不多也就这样子。那气能的配置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就是上水冷。那还是老样子，之前那颗240，我们再烧一次。那这一次的声音大概是在43分贝左右。双烤 CPU 在96度，但 4.7G 165瓦，显卡是72度，热点在90度。显卡在气能配置相比大概低了3-4度左右。那单烤 CPU 则是在90度左右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9公分塔扇跟240水冷的差距就摆在这里。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 ITX 架构，基本上应该都会比这个前辈好，毕竟 N1 是声数最小的，它的顶部可是连个风扇都装不上去，你的顶板能打开其实也只是让你好装机罢了。那最后来说明一下水冷水管的路径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至于风扇，其实你不用特别去找后排或者是后扇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其实也没剩多少，要预留一点进气的空间。水冷当然是性能比较好，但3槽加240对于现在的高阶配置来说，其实还是有点不大合适。那毫无疑问的，它仍旧是很具代表性，早期铝制机壳的先行者。那会收这个二手机壳也当然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有什么问题就多多问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